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节目。今天的话会跟大家分享 SeliCloud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今天群里小伙伴呢在发这一家的机器的一个价格，那大家不约而同的就会关注到这家机器到底怎么样，我也就关注到了，并且跟他们玩了一把。总体的感觉呢还是有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点，所以呢才有今天这期节目啊。这边的话你可以用谷歌、Facebook、GitHub 这些账号直接登录的。好他家整体的感觉好像是不是还可以整体的风格呢逼格呢有点像这种云服务器厂商的模样就感觉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像什么 DDoS、IP 的防御外部应用的防火墙这些它都有CVM 和 KVM 现在还没太掌握它们是有什么差别，然后这个应该是个独立服务器，所以他家内容还是比较多的。进入他家的官网以后呢，大家选击右边的这个，再选择这个云服务器 OK 你才能来到它的一个优惠页面。它这边支持很多镜像系统，所以我感觉他家这个设计感还是有的，所以感觉像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厂商，有自己的官网的页面而不是套用很多模板的这种。下面的就是我们主力要探讨的一些它的产品。那产品为什么说有模有样呢？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都会有一些服务器当前的这台服务器的一个用户画像，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中国方向优化CN2 GIA 或者说联通99，类似于这样的回程线路，海量的存储，它的数据盘的大小可能会比较大。那我们把这个货币调整成 USD 美元，这边只支持3个语言简体排在第一个，那我就很怀疑它是一个国人厂商，而且有日本就是国人出海到日本这边来运营 VPS 的企业，对这家呢了解还不算特别多，因为在这个圈子待久了，你像这种厂商到日本找什么软银线路这种厂商还是比较多的，这家是做的还是比较有品位的，你只看看就好，不一定要买。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对不对？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东京，因为洛杉矶的机器还是比较拉胯一点，东京是我测试下来还是不错的。我们发现切换到东京以后呢，这个价格就上来了， CPU 也降了1核心。我们采用的这个 CPU 呢也是非常不错的38美元，然后1年的样子。它是300兆的带宽限制，300G 的出站流量，这方面也是给的比较克制的。像他们这边呢，你可以3天试用，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下面都是有对标的一些用户群，这块呢可能是 IPv6 的，这是我见过目前最个性的 VPS 产品推荐。我是现在还没买我是拿群里小伙伴的机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家有自己的运营网络环境，我们可以查询这个 AS 的编号，最新的 BBR3 的内核，这一代的 CPU 其实还不错，它2G 的内存SSD 的系统盘是19，也就相当于20G。我们开启了 BBR FQ PIE，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它识别的地点不是 Tokyo， 它其实是一个东京的机器。然后再往下呢，它解锁其实并不理想，迪士尼奈飞它都不解锁，但是它 ChatGPT 是全部解锁，包括你手机上的 App， 看到 TikTok 也是全解锁的。做跨境电商的话，这台机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CPU 我们跑到了617什么概念？是属于我们天梯图的中等水平，它的 IO 属于比较低的水平。北京电信的话，它是走的电信 CN2 GIA 的，联通的话它是走的比较优秀的线路9929的线路，移动的话是 CMI 的话是移动的标准线路，好线路也可以用移动 CMI， 坏线路也显示的是移动 CMI， 所以移动的小伙伴呢还是要测试才知道。所以3个不同的地点，同样的规格，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带宽，其实都是可以跑满带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用的别人的节点网络到电信，当然这个漂移呢可能也存在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它这边呢其实浮动反而减少了，所以它不可能从东京直接到香港的。GIA 它都是直达上海然后去北京的，我们之前测过一个也是这样的。电信呢在北京那边是没有直连出国的
线路的。那北京这边的延迟呢就会高一点，93，上海的话能控制在50，深圳电信呢也是93左右，联通的话就比较有优势了。其实从东京到上海这边才26毫秒，依然是从上海去北京。那我可以这么得出，9929也是出口在上海。上海联通的9929呢是29秒，沪日线就是这么来的。不管是电信还是联通，他们的线路优质点其实都在上海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9929呢依然是到上海再去广州，9929就这一条主干线。移动这边的话是直接从东京到北京，所以移动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绕，它的延迟是比较高的。东京到上海普遍都是比较低的，因为离得还是比较近的。那最终的节点呢，也就是上海移动65毫秒。那到深圳的话也就是72。像我们的教育网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它这边显示的是到美国洛杉矶，再到北京，再到陕西、四川，再到成都这样的一个线路。我认为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个机型，一个产品，尤其是联通、电信、移动在江浙沪回国的一些业务的话，你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台机器。我们这边选择洛杉矶，当时图便宜呢，就买了一个标准型的这一款28刀的1合1 G 的。那这一款呢，目前感觉是比较失望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奈飞是完全解锁的，也还行吧，但是它不解锁 ChatGPT 的 App 版，只对电信进行了优化啊。像联通的话，移动基本上都在200毫秒、180毫秒。DMIT 的话，它是3网都回程走电信，因为电信可能在美西的那边的建设完善比较优质，他们都是从电信这边回来。让我产生退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它的线路，而是它的 CPU， 因为我用 VPS 的性能的要求是非常敏感的，我一旦感觉有些慢了，可能我就比较挑剔，线路是其次。这个是从我选购 VPS 的层面是这样的，电站处理起来效率更高，并发这些线路的话，我不会说是要回国线路，就全球联网的网站是非常好就 OK 了。挑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这个指标 CPU 单核性能的天梯图，下面的这个是多核，所以我们一核心跑到240是我目前见到的最低的一个情况，也有可能是偏差，我只跑过一次，体验它的一个执行效率上慢。OK， 选择了退货呢，我们就到财务这边选择这个退款。那我们选择的是普通退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记录，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货给退掉了，折损了将近3刀的费用，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的去操作，无奈之举，及时止损。我不喜欢的，本来想作为2024年给自己的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可能没达到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能跑满我家的带宽。如果你的客户是在国内的话，你用这台机器提供服务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的收看。未来有更多好玩的 VPS， 更有特点的 VPS， 或者玩的人特别少的一些 VPS 呢，科技烂都会去把握一下，跟大家来分享有没有合适你的。那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